这一次也是过完年后的第一次出海捕鱼啊，把这6500米的渔网放下去，看一下收获怎么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拿大表哥。年过完了，今天终于也是晴朗了，准备可以出海捕鱼了。等了好几天啊，终于也是晴朗这么一天，就准备出海捕鱼了。不过要去近海是外海，就要等出去后看天气晴朗的情况而定啊。天气晴朗一些就往外海跑吧，天气不是很晴朗的话，就直接在近海捕鱼就行。好了，现在就准备下到船上那边去了。刚下到船上就急匆匆的出海了，因为这一次是要去外海啊。但是这一次比较赶时间，所以天看起来还不是那么亮就出海了。因为天气是凌晨就开始刮风，所以要提前出海，然后白天就要开始拉网了，时间就会比较赶一些。才刚开出渔港啊，这边已经有渔船在开始作业了。天气一晴朗，出海的渔船比较多。毕竟从过年到现在也没有晴朗过，这才第一天晴朗，所以今天出海的渔船就特别的多了。开了2个小时的渔船，终于到达这一片海域，准备围岛放网了。这也是今年的第一次围岛放网啊，准备围着这个小岛，把这6500米的渔网放下去。应该也有个2个多月没有围岛放网了吧，所以这一次小岛的旁边应该渔获也不会少的，感觉围岛放网的效果会好一些。而且这一次的6500米渔网是分成5个网放下去啊，其中3个小网加2个大网，就是不知道围岛放网的大网效果怎么样啊。一般小岛的旁边大货又不多，这一次也是过完年后的第一次出海捕鱼啊，把这6500米的渔网放下去，看一下收获怎么样。而且大家基本上也是有半个多月没有出来外海这边捕鱼了，所以外海这边的渔获应该也是聚集在一起了，所以我总感觉这一次的收获应该也是不会差到哪里去的，就看有没有值钱货了。今年从开海捕鱼到现在也没有捕到几次值钱货啊，上一次的外海是捕到了有1条石雕了，而且那个时候的石雕相对会比较值钱一些。所有的网放完了，就准备把船停泊在这个小岛的旁边先休息一会啊，吃过午餐就要开始拉网了。时间比较赶啊，所以一下到船上立马就出海了，冲洗一下甲板，然后做个午餐吃下。天气晴朗，基本上外海这边渔船也是来了有好几艘了。吃过午餐了，又休息了一会儿，现在也已经是下午的2点钟出头，然后就准备把今天的3个小网给拉上来先，然后晚上再拉大网啊。今天刮风的天气来得比较早，所以要提前拉网，就怕网拉到一半突然遇到这个风浪过来就比较麻烦了，毕竟才晴朗这么一天。想在近海捕鱼，又考虑到大黄鱼降价了，而且大部分的渔船也都是在近海捕鱼，所以就感觉没什么意思。上来第一条渔获是一条小黄鲫，不过这条黄鲫太小条了，就直接把它丢回海里面去吧。这里倒是来了一条泥猛鱼，白天拉的网渔获也不多。上一次外海也是白天拉渔网，不过遇到了这个小真鲷的鱼群，现在才刚拉网没多久。先上来一条香头加一条这个泥猛鱼上来，目前来看的效率好像也还可以，可惜就是小剥皮鱼的季节过去了，要不然一般小岛的旁边小剥皮数量会比较多。这边倒是连续的有这种泥猛鱼上来，外海的野生大泥猛鱼啊，看起来肥度好像也还可以，也挺大条的，应该也是2到3条就1斤的规格了。外海的这种野生大泥猛鱼肉质比较紧实，但是不是很硬那种，而且鱼够肥，紧实来鱼肉吃起来特别的香，清蒸或者简单的煮熟就行了。长刺海胆来了一个，哦，今天的泥猛鱼特别的多哦，上一次的外海捕鱼就没有几条泥猛鱼啊，但是这一会来了挺多条的，除了1条香头之外，其他都是泥猛鱼了。终于来了今天的第一条小剥皮鱼啊，数量比较少，但是上一次的小剥皮已经是涨价到70块钱1斤了，毕竟是过年前的价格嘛。
过年前基本上什么海鲜都是涨价的，所以现在价格肯定也是会回落一些了，就是不知道现在的小剥皮什么价格而已。但是泥猛鱼的价格就没有什么变化，普遍都是20几块钱到30块钱之间。但是这种泥猛鱼它的肉比较厚啊，出肉率是比较高的。又一条小黄鲫，也是把它丢回海里面去吧。耶，这里倒是来了一个软丝，这种软丝也叫做大尾鱿啊，应该也算是鱿鱼的一种吧，因为背部那壳不硬。这种软丝拿来白灼一下或者爆炒，味道都是挺不错的。刺豚鱼来了一个，也是今天的第一个刺豚鱼，还带着一条小剥皮跟泥猛鱼呢。小剥皮跟泥猛就留下，刺豚鱼就不要了，毕竟这个刺豚还是比较小个，直接把它丢回海里面去就行。网差不多拉了1/3上来了，没有遇到鱼群啊，始终感觉鱼货不是很多，就泥猛鱼来的多一些而已。上一次遇到了这个小真鲷的鱼群，但是这一次就只来了一条小真鲷而已啊，没什么数量。可能也是因为位置的问题吧，放网的位置不同。这一次是围岛放网，所以就看什么鱼货在小岛的旁边比较多。可能是最近的泥猛鱼比较多吧，这边倒是3条鱼货一起上来啊，后面还带着2条这个小真鲷一起上来了。小剥皮数量看起来是比较少啊，但是比较大条，而且肥一些。这个就是小剥皮鱼的特点啊。夏天的时候数量比较多，但是没有那么肥，也没有这么大条。冬天冷的时候数量比较少，但是比较大条，而且那个肥度是夏天达不到的，整个肚子都是圆鼓鼓的呢。这一个网来的小真鲷不多啊，也就这么几条而已。其实网放的位置离小岛还是比较远的吧，要有好几百米。网放外面一些，留给那些钓鱼的人可以钓到一些鱼上去嘛，不要放得太里面。网放得太近，基本上钓鱼就钓不到什么鱼上来了，所以我们都是放外面一点的。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，每次围岛放完网都会放得比较外面，离小岛至少要200米左右，大家也是互不影响吧。今天可能泥猛鱼是围着这个小岛在游动，感觉好像从开海捕鱼到现在也没有捕到过这么多的泥猛鱼上来吧。普遍出一次外海都是捕到个几斤的泥猛鱼上来而已，这一次的数量明显就非常多了，又来一个刺豚鱼啊。今天的第2个刺豚鱼了，而且这个刺豚鱼也是比较小个啊。不过也是一样的，刺豚鱼我们就不要了，直接把它丢回海里面去就行啊。你看离小岛这么远，怎么都不会影响别人钓鱼了。又是泥猛鱼，今天的泥猛鱼怎么这么多呀？后面来条红彤彤的鱼，好像是一条老虎鱼哦。确实是一条老虎鱼啊，来了一条比较值钱的鱼货。这一种老虎鱼学名是叫做石虫鱼，虽然长得跟19公比较像啊，但是比19公要大条，而且看起来比19公要稠很多啊。长得虽然丑啊，但是它却是很美味啊，拿来煮汤特别的好喝，而且营养价值还是比较丰富的。关键它的价格也是比较高，而且价格是很久不变的，一直都是100多一斤啊，即使休渔期也是这个价，而且这个价格是维持了好多年了，从我开始捕鱼就是这个价格了，很少遇到海鲜的价格是不变的，它就是个特例。今天也是来了好几条香头了，今天香头的数量应该跟小真鲷差不多，而且2种鱼货的价格也是差不多，应该小剥皮跟前面说的那2种鱼货数量也是差不多，但是价格至少是他们的1倍以上，毕竟现在的数量依然还是比较少，所以即使降价一些，应该也是降不到哪里去。今天拉上来好几个这种海胆了哦，直接把这种海胆砸烂就行啊，一般都是没什么肉的。
不可能特意去把这个海胆给解出来的。观赏鱼来了一条啊，不过这种观赏鱼我们也是直接把它放回海里面去的，没什么肉啊，也不值钱，还不如来多1、2条这种其他鱼货实际一些。即使是香头或者小真鲷或者泥猛鱼都行啊。即使今天没有遇到鱼群，收获也是有一些啊，就是数量始终是没有那么多而已啊。所以收获只能说是不好也不差吧。毕竟始终是白天拉的渔网啊，鱼货始终也不多。一些晚上说游动的鱼货就捕不到，像莺歌鱼啊、海鲤鱼之类的，基本上白天都不怎么游动，所以白天是捕不到的。所以就要考虑一下，等一下这个网拉完还要不要放下去啊？要不然就等3个小网都一起拉完之后再考虑吧。要看一下天气情况，还有这个渔获的情况吧。渔获还行的话就放下去，那也要看一下天气情况来不来得及呀。毕竟平均拉一个网也是要1个多小时的时间，所以要计算好时间才行，不要网拉到一半就开始刮风了。这里外海这边的海底大礁石拉上来一大块啊，其实每拉一下都是有渔获上来的，只是没有一整群的上来啊，所以渔获就稀疏一些。小真鲷这里来了几条，上一次遇到了有2、3次的小真鲷鱼群上来呢，这一次就1、2条的上来，可能真的是位置不好吧。但是最近肯定没有在这个位置放过网，毕竟从过年到现在也是第1次晴朗，所以也不可能有其他人过来放过网，然后回去我们再过来。所以按道理来说，这个位置至少要半个月没人放过网。放网捕鱼也是运气的问题吧，技术加运气，技术可能占个3成，运气就要占个7成左右。不过运气也是技术的一部分啊。然后差不多这个网也是接近尾声了，收获是有一些啊，但是没有特别的多。刚说完啊，立马这个网也就拉完了，有个10几斤收获吧。然后就是准备过去拉下一个小网了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吧。下一个网的视频下期再分享给大家看，也谢谢大家观看啊！我是南澳导镖哥，喜欢我视频的记得给我点关注哦，谢谢大家。